月球，这位静静陪伴地球数十亿年的宇宙邻居，似乎一直隐藏着许多谜团。近年来，那里发生的一连串奇怪现象，让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频频皱眉，仿佛它正以某种方式对人类的探索发出沉默的挑战。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的航天专家们夜以继日地设计各种高科技探测器，试图揭开这位古老邻居的神秘面纱，希望通过一次次的太空任务，让这颗忠诚陪伴地球运行的天体展现出它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与科技的进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许多原本信心满满的登月任务却纷纷以失败告终，仿佛月球不再欢迎来访者。如今它的表面已不再是单纯的尘土荒原，更像是布满碎片与残骸的宇宙废品站。这不禁让人疑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现代科技在面对月球时会屡屡受挫？曾几何时，那些几十年前的探测器轻松完成了今天看似简单的任务，而现在我们是否真的退步到了连重复过去成就都显得困难的地步？难道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科技在某些方面反而不如上世纪的老古董？这个问题听起来令人不安，但值得认真探讨。又或者这些接连发生的失败并非源于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隐藏着更为复杂的背景与误判。接下来的内容将带您一步步还原事件真相，剖析失败背后的深层原因。别走开，我们将共同揭示这场现代月球探险背后的关键谜团。1967年4月17日，美国宇航局发射了一项关键任务——勘测者3号。这台无人探测器的任务十分明确，为未来即将到来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提前探路，寻找一块平坦、安全、可供人类着陆的月球港湾。为了完成任务，勘测者3号搭载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摄影系统，能够清晰地拍摄月球表面的每一寸地貌，并通过无线信号将这些珍贵影像传回地球，供科学家进行详细分析。此外，它还装备了一个功能精巧的机械臂，可以像地质学家那样伸手取样，从月壤中提取数据，为科学家提供关于月球成分和物理性质的第一手资料。综合来看，勘测者3号不仅成功完成了预定任务，还为人类第一次真正触摸月球土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带回的数据成为后续载人任务的重要参考，开启了月球探索的新篇章。更令人称奇的是，仅仅2年后，1969年11月，阿波罗12号的宇航员竟精准地降落在勘测者3号附近，并将这位机械前辈的部分组件拆解带回地球，用于研究它在月球恶劣环境中历经2年后的变化。不过，放在今天的标准来看，勘测者3号的技术配置堪称简陋，和现代登月器那种动辄 AI 加持、多重备份系统的高科技相比，它就像是个朴素的近乎原始的太空老爷车。事实上，它连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都没有，全靠一套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来执行每一步动作，既不能思考，也无法灵活应变。简而言之，勘测者3号的智能水平差不多就等于一个70年代的袖珍电子计算器，做不了复杂计算，更别提什么 AI 判断。可就是这样一台计算力捉襟见肘的机器，竟然完成了许多现代高科技探测器频频失手的任务。这不得不让人深思，究竟是技术的问题，还是别有原因？2025年6月5日，就在离预定着陆还有短短100秒钟时，日本探测器坚韧号突然与地面失去了通信联络，随后证实它已以非控制状态撞击月面。这是一场典型的坠毁事故，也是令人遗憾的登月尝试再次折戟的写照。事故发生后，研究人员迅速展开调查，分析结果指出，问题源头是一个看似不起眼但至关重要的部件——激光高度计的故障，使得整套着陆系统在最关键时刻眼忙心乱。更具体的讲，这个激光高度计本应在距地面3公里时就启动测距，指导飞行器减速，但出人意料的，它直到仅剩900米高时才开始工作，导致飞行器根本来不及有效减速。
最终以每秒66米的惊人速度重重撞上月球，这层布满尘土的外壳造成彻底解体。当然，事后复盘总是让人纷纷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种备受关注的理论认为，激光高度计之所以失灵，并不是它本身的设计有缺陷，而是因为月球表面对激光信号的反射能力比之前工程团队预期的要低得多，从而导致测距数据出现严重误差。正因为反射不够强，传感器接收到的回波信号变得模糊甚至中断，进而反馈出错误的高度数据，使飞行控制系统无法准确判断当前位置，最终坚韧号错失关键的减速时机，在高速下最终失去了回旋余地。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问题其实并不新鲜，早在将近60年前，勘测者3号也曾遭遇过类似的视觉误判。这说明无论年代如何更替，宇宙探索的某些挑战似乎从未真正消失。不过那一次，问题出现在另一个方向，月球表面的反射竟比原本设想的更强，结果反而干扰了当时探测器对高度的判断，让系统误以为已经着陆。关键的不同在于，勘测者3号的误判发生时，它距离地面只有几米高，这个高度虽然紧张，但尚在容许范围之内，给了它一定的生还空间。由于系统没有及时切换到软着陆模式，探测器硬着陆在月面，并在尘土飞扬中连续弹跳了几次，像是一块扔向地面的鹅卵石，最终才堪堪停下。虽然惊险，但总算落地了。正如那句航天领域流传已久的格言所言，一次失败从不是孤立事件。事实上，坚韧号的坠毁只是 iSpace 公司连续第2次登月失利的最新一章，意味着深层问题可能早已埋伏在系统之中。早在2023年4月， iSpace 公司就曾高调宣布，将通过白兔 RM11 完成全球首个私人公司主导的商业登月任务，雄心勃勃，备受瞩目。然而命运似乎另有安排，不足1年后，竞争对手 Intuitive Machines 的奥德修斯号成功抢先一步完成登月。尽管其起落架在着陆过程中发生了弯折，导致飞行器以一种倾斜姿态落地，但毕竟完成了任务，技高一筹。令人遗憾的是，白兔2的命运和坚韧号如出一辙，同样被看似小小的技术瑕疵所绊倒，再次暴露了当前登月任务在系统整合和传感器处理方面的脆弱性。简而言之，这次任务最终成为了错误自信的典型受害者。系统对自身感知的误判，直接导致了全盘皆输的后果。当飞行器掠过一个未在飞行地图上明确标注的巨大陨石坑边缘，足足有3公里高，激光高度计反馈的数值立刻与机载计算机预设的地形模型发生严重偏差，仿佛两者置身于完全不同的世界。结果，飞控软件误判这些数值为传感器错误，干脆将所有后续的真实测量数据全部抛弃，转而依赖最不应独立使用的机载时间估算系统。随之而来的几乎是命运早已写好的剧本。在缺乏实时地形数据的情况下，事故已经变得不可避免。根据固有的时间程序，飞行器错误地以为自己已经接触月面，实际上它此时还漂浮在5公里高的空中，犹如一位闭着眼的跳伞者，在错误的时机拉开降落伞。失去真实读数后，系统谨慎地将下降速度控制在每秒1米左右，试图平稳着陆。然而却在还未真正接近月面时，就因燃料耗尽而失去了最后的挽救机会。最终，白兔2以相当于每小时556公里的恐怖速度撞击月面，激起巨大尘云，并在原本宁静的月壤上砸出一个直径60到80米的撞击坑。这不仅象征着任务的失败，更是一次高昂代价的教训。这让人不得不深思，为什么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探测器却频频在登月这一步骤上折戟沉沙？其实这类失败早已不是个例，从 iSpace 到星际荣耀，每一次失利都像是在揭示一个共同的问题模式，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行业性困境。数据显示，在短短3年之间，全球商业与国家机构共发起了9次无人登月尝试，然而真正实现成功的寥寥无几，仅有2次。
这样的成功率令人啧舌，更令人警觉。换句话说，在这场看似热闹非凡的登月竞赛中，真正站上领奖台的，只有印度的月船3号探测器和美国私营企业打造的蓝色幽灵，两者以稳定的表现脱颖而出，成为寥寥无几的胜利者。可问题依旧令人困惑，明明各国都投入巨资，精英云集，为什么依然频频出错？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我们正处在一个可以用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洞察宇宙边缘的技术奇迹时代，连系外行星的大气成分都能分析清楚，却偏偏在短短38万公里外的月球上跌跟头。这其中的反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要想真正理解其中原因，我们得暂时放下谁家技术更先进的直觉比较，而是从任务的整体环境、执行方式和历史背景入手，看清问题的全貌。我们别忘了，早期的登月行动之所以显得成功率高，是因为那些任务所处的时代背景、预算规模、技术体制几乎与今天完全不同，是另一种级别的动员和投入。无论是美国的阿波罗系列，还是苏联的月球计划，都是举国之力打造的超级工程，汇聚了成千上万名顶尖工程师，投入的资金和测试次数之多，远超今天的任何商业项目。从单纯的技术参数来看，那些古早飞船确实远不及今天智能系统的复杂与精细，但它们胜在结构简单、坚固耐用、容于设计充分，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很多决策由人类亲自把控，而非完全交由算法判断。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9年阿波罗11号任务中，尼尔·阿姆斯特朗在计算机给出错误导航数据时，果断接管操作，手动控制登月舱，避开了危险地形，将飞船稳稳落在月球表面，确保了人类首次踏月的历史时刻得以实现。反观今天，几乎所有的登月任务都是全自动运行，执行过程中不允许也无法让人类临时介入修正路径，哪怕仅仅偏离几米也无力回天。整套流程就像在预设轨道上滑行的列车，一旦轨道出错便无路可走。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如今的月球计划大多由资金有限的私人企业或中小型国家主导，缺乏超级大国那种不计成本的支持，因此必须在有限预算内实现尽可能多的目标，常常被迫压缩测试，甚至边飞边改。尤其对私营公司来说，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既要维持研发进度，又要满足客户和投资人的期待，稍有差池，就可能面临财政或声誉上的双重打击。拿 iSpace 的坚韧号和 Astrobotic 的 Parkrun 来说，他们的整体成本不过是上世纪国家级登月计划的零头。虽然节省了预算，但也意味着在安全冗余、传感器质量和测试流程上必须有所取舍。然而省下来的经费往往也换来了更多的未知风险，测试环节被压缩，备份方案被删减，团队配置精简，所有这些都可能在关键一刻变成压垮任务的最后一根稻草。现代登月器极度依赖各种传感器，无论是激光高度计、高清摄像头，还是高频雷达系统，这些设备一旦有一个出错，就可能让整个飞控系统陷入盲飞状态。最令人担忧的是，一旦某个传感器提供了错误数据，系统通常难以自证其误，不像人类能通过直觉二次判断，计算机只能按逻辑执行，哪怕逻辑本身已偏离事实。另外，今天的探测任务不再满足于简单降落在月球的赤道平原，而是纷纷挑战更复杂、更具科学价值的地形，比如月球南极或陨石坑群。其中，月球南极区域尤为热门，因为那里被认为蕴藏着珍贵的水冰资源，未来可能为人类月球基地提供宝贵的水源与燃料原料，是登月探索中的战略高地。然而，南极地形极其复杂，高低起伏剧烈，阳光照射角度极低，造成强烈明暗反差，陨石坑深不见底，整体环境对导航系统与着陆算法构成严峻考验。在这种条件下，自主着陆系统稍有偏差就可能酿成灾难，哪怕高度判断误差几米，导航角度偏离1度，都足以使飞行器跌入深坑或撞向岩壁。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承认一个朴素但现实的事实：没有哪家公司天生就擅长登月，真正的成熟是要靠一次次失败、一轮轮试错慢慢积累出来的。换句话说， Intuitive Machines、iSpace 和 Astrobotic 这些公司虽然在技术上具备一定实力，但他们在实际登月操作上的经验几乎为零。与其说是登月专家，不如说他们更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新学徒。与 NASA 或俄罗斯航天局这些老牌航天巨头相比，私营企业缺乏长期积累的数据资源和任务记录。这就好比一个新司机要驾驶复杂的飞船，穿越未知路段，而手中却没有完整的地图。所以这一连串失败与其说是技术退步的信号，不如说是太空探索新纪元中不可避免的成长烦恼。每一次失败都是实战课堂的练习题，帮助这些新兴团队在试错中积累真正的能力。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哪怕是在20世纪50、60年代，那些太空竞赛的高光时刻，第一批火箭发射，同样伴随着接连不断的爆炸、解体与坠毁。正是这些看似尴尬的失败，为后来的里程碑式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总的来看，今天的登月失败并不比过去更丢脸，它们本质上都属于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期，区别只在于所处的时代和执行的主体不同。然而在现今这个效率至上、成本敏感的商业环境下，很多太空企业希望以最小投入换取最大成果，试图用快速推进来弥补经验不足。这种思路本身就注定风险与机会并存。这种高杠杆式的登月探索，从短期看或许能抢占技术和商业先机，但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一场豪赌。特别是在登月这种没有回头路的任务中，那么未来会如何发展？这是无数科学家、工程师和太空爱好者都在关注的问题。是更频繁的失败，还是即将到来的突破？虽然接连的失利令人沮丧，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人类实际上正站在新月球时代的门槛上，准备揭开下一轮探索的序幕。未来的月球不仅仅是科学家研究天体的实验场，它还可能演变为人类在太阳系内布局的关键一环，成为连接地球与深空的中转站，甚至是资源开发的新大陆。美国 NASA 的阿尔特弥斯计划，欧洲航天局的合作任务，日本 JAXA 的科技试验，以及中国航天局的嫦娥系列，都在紧锣密鼓的布局。未来几年的人类登月计划目标明确，在不远的将来让人类再次踏足月球，并实现长期驻留。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并未被排除在外，相反，他们正以灵活的姿态不断插足月球探索。从运载服务到科研设备，从着陆器到采样装置，全面开拓新的商业空间。像 iSpace、Intuitive Machines 和 Astrobotic 这样的企业，正在承担越来越关键的任务角色，不仅提供硬件支持，还直接参与 NASA 的商业月球有效载荷服务 CLPS 计划，实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此外，过去几年的挫败经验并未白费，反而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养分。特别是在传感器稳定性、导航软件鲁棒性以及月面三维建模等领域，许多系统正在快速进化。下一代着陆器将更加坚固耐用，不仅加入了多重备份系统，还可能依托人工智能实现自主导航，并借助高精度地形图，在复杂地形中选择最优路径，提升安全系数。当新月时代真正来临，人类的目标将不再仅仅是到此一游，而是彻底转向如何长期驻扎、开发与利用月球，使它成为地球文明的延伸。各国机构正积极规划在月球南极建立长期科研站点，配套交通系统、电力网络和通讯设施，同时考虑就地取材，比如开采水冰、提取氧气，打造一个自给自足的月面前哨基地。不仅如此，月球还被广泛视为通往更远宇宙的跳板，特别是在规划火星登陆任务时，月球被看作最佳的模拟与测试平台，是航天器和生存系统预演未来的绝佳舞台。在这里，我们将实地测试未来星际移民的关键技术，从宇航员的栖息舱设计到高效的导航系统，再到能源的产生与回收机制。
一切都将在月球的严酷环境中接受实战考核。想要实现可持续的登月乃至深空发展，光靠某一个国家或公司远远不够。这条路必须依赖国际合作、稳定的资金支持、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的文化氛围，以及跨平台的标准化系统构建。这4大支柱缺一不可。尽管眼前的困难重重，从技术漏洞到预算限制，但全球登月计划的热度却丝毫未减。事实上，预计未来几年内，登月尝试的数量将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月球热潮，而每一次勇敢的尝试，无论成败，都在悄悄地把我们推向那个宏大愿景的边缘，那就是有朝一日，人类不再只是地球的居住者，而是能够在其他星球上扎根生存，真正迈入星际文明的新时代。在人类仰望星空的1000年历史中，月球从未如此接近，也从未如此神秘。它见证了我们的梦想，也考验着我们的勇气。也许真正的成功不在于登上它多少次，而在于我们是否在失败中依旧愿意仰望、追寻，